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鹏。手撕包菜，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。在炒包菜的时候，有人焯水，有人过油，难怪做出来不好吃。其实那样都是错误的。包菜在焯水过后，它就不够爽脆了，而且经过焯水过后，炒出来汤汁就太多了。如果包菜过油的话，又太过于油腻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手撕包菜的正确做法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颗新鲜的包菜，我们先用刀把包菜直接的对半切开，1分为2，然后再把包菜里面的硬心切下来去掉。去掉硬心以后，紧接着我们再把包菜一片一片的剥离出来，然后再把包菜的叶子全部的撕成小片。很多人在家里处理包菜的时候都是直接的用刀切的，其实那样是不好的。包菜它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用手撕，用手撕出来的包菜它的形状是不规则的，而且包菜炒出来也没有那种刀切的味道，所以手撕包菜吃起来会更加的香一点。我们将包菜全部的撕成小片以后，接下来往盆里面添加满清水，将其浸泡起来。再往水里面添加1大勺食盐，然后再用手给它轻轻的搅拌一下，将食盐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开一旁，让其浸泡片刻备用。趁着空余时间，我们来准备1小把干红辣椒，把它放在小碗中，往里面添加满清水，将其冲洗一下。因为干辣椒它在晾晒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灰尘和杂质，所以我们先用水给它清洗一下。而且干辣椒经过清洗过后，那么在炒制的过程中就不容易炒糊。把干辣椒清洗过后，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。接着我们再准备把剪刀，将辣椒剪成小段。如果爱吃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点点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不爱吃辣的话，我们可以少放一点，或者是不放。我们将干辣椒处理好之后，接着再准备小把青花椒，同样的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，然后放在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4到5颗大蒜子，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，然后再把蒜片改刀剁成蒜末。大蒜我们可以多准备2颗，这样的话炒出来蒜香味会更加浓郁一点。把蒜末切好之后，先给它装在小碗中备用。好了，这时候的包菜已经是浸泡了1小会了，我们来给它清洗一下。因为食盐它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所以我们先用淡盐水先给它浸泡1小会，就能很轻松的将里面的一些脏东西还有虫卵清洗下来。包菜清洗过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来，重新的加水给它再次的清洗一下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将包菜尽量的多淘洗几遍，这样的话包菜就清洗的特别干净了。我们将包菜彻底的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在盆中备用。所有材料准备完毕，接下来开始正式烹饪。我们起锅烧油，把油烧热之后，把切好的小料放进锅中，然后开小火给它不停的翻炒一下，将里面的蒜末炒出香味，把花椒和干辣椒炒出麻辣的味道。炒出香味以后，接着再把控干水分的包菜倒进锅中，然后立刻的调为大火，利用大火的高温将包菜快速的翻炒一下，将其迅速的炒软。我们在炒包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全程开大火，将它快速的翻炒，这样可以避免包菜因为长时间的翻炒造成出汤出水而水汪汪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忙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
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大家。包菜在经过1分多钟的快速翻炒以后，这时候的包菜已经是将近7到8成熟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调味了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鸡精和蚝油提鲜。包菜调味过后，我们再继续的开大火，将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将调味料迅速翻炒均匀，让里面的每一片包菜都可以均匀的裹上调料的味道。另外，我们在炒包菜的时候也需要注意，包菜不需要翻炒过熟，否则包菜吃起来就不够爽脆了。最后，我们在出锅之前，在沿着锅边再添加少许的锅边醋，少许的香醋就可以了。如果不爱吃香醋的话，也可以不放。最后将它快速翻炒均匀，给它炒出锅气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最后关火，给它出锅装盘，然后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就这样，这道非常好吃的手撕包菜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的手撕包菜吃起来脆嫩爽口，而且麻辣又鲜香，特别的好吃，简直比荤菜还要更加的下饭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喂，悠悠，念念，舅舅胖了，舅舅真的是胖了。哎呀哎呀，谁推我？长得起来，好拿媳妇啊！哦哦，弄我要看见了。琪琪，天气，别说你咬到没来来来，喝冇？啊，厉害了厉害了，小屁孩，小屁孩，舅舅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了。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。我是最小的老鼠。喂，小老鼠。